2025年，台湾房市发生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，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只剩下大约204000多栋，比前一年暴跌了将近 25%， 这是近8年来的最低纪录，甚至是1999年有纪录以来的第3低。同一时间，全台10大建商的推案总销金额从前一年的7500多亿直接腰斩到剩5300多亿，年减幅度高达 29%， 推案个数更是从154件骤降到88件，砍了超过40%。这些数字代表什么？代表台湾房市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急动，而在这场急动当中，有一种房子跌得最惨，惨到让很多屋主半夜惊醒，那就是台湾的老公寓。2025年第4季，六都的公寓总价全面走跌，其中台南的老公寓甚至大跌了 15.3%。 而就在老公寓惨跌的同时，台北市的住宅大楼却逆势上涨了 12.3%， 一边是暴跌，一边是暴涨，两者加起来的价差已经超过 27%。 所以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要用最深入的方式告诉你，台湾的老公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什么它会跌得这么惨，以及在这个房市寒冬当中，有3种房子你千万不能碰，碰了就是把你的血汗钱往火坑里丢。好，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2024年9月，那个时候央行丢出了一颗震撼弹，叫做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。这个东西有多可怕？简单来说，央行把你买第2间房子的贷款成数从70%直接砍到50%，等于你买一间1000万的房子，以前只要准备300万自备款，现在要准备500万。而且不只是第2间房，连换屋族、投资客、多户持有者全部都被锁死。银行端更惨，房贷水位满到溢出来，很多银行直接停止收件。你想贷款，抱歉，排队去吧。这一刀下去，整个市场瞬间冰封，投资客跑了，换屋族动不了，连自住买方都因为观望心态而按兵不动。2025年全年，全台房市的买气用雪崩2个字来形容，一点都不夸张。预售屋市场更惨，前10个月的交易量跟前一年相比，直接萎缩了超过 70%， 总销售户数从11万户掉到只剩3万户。你没听错， 70% 等于10间，房子里面只卖出3间，剩下7间全部晾在那里。那你说为什么老公寓跌得特别惨呢？这就要从银行的角度来理解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银行，面前摆着2个贷款申请，一个是屋龄5年的电梯大楼，管理完善，结构良好，另一个是屋龄45年的无电梯老公寓，外墙斑驳，水管老化，随时可能被列为危老建筑。你会把钱借给谁？答案很明显，对不对？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到了2025年第2季，台湾屋龄超过40年的房屋总数已经超过360万户，360万户，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这些老房子分布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，从台北的大安区到高雄的凤山区，到处都是。以前大家买老公寓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赌，都更觉得我买了老公寓，迟早会被建商看上，到时候一坪换一坪，甚至还能多拿几坪，简直是躺着赚钱。但现实是什么？现实是都市更新的推动速度慢得像蜗牛爬。政府说要在2030年前把六都超过 1.2 万栋的老旧住宅列入重建计划，听起来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但你知道一个都更案从整合到完工平均要花多少年吗？保守估计10年到15年，而且还要所有住户都同意才行。你家那栋公寓5楼，3楼的王阿姨说什么都不搬，4楼的林伯伯要求多分2坪，2楼的陈太太说她住了40年，有感情，舍不得走。光是整合住户意见这一关，就能让一个都更案胎死腹中。所以限贷令一下来，老公寓的都更梦瞬间被戳破，银行不愿意贷款，买方贷不到钱，你想卖也卖不掉，就这样被套牢。这不是什么理论推演，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数据显示得非常清楚，在老公寓惨跌的同时，有管理、有电梯、银行认可的住宅大楼，反而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。以前大家说地段好，公寓就没问题，但2026年的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。核心区的大楼因为具备稀缺性和强大的贷款优势，房价依然坚挺，而老公寓
除非地段真的无可取代，而且都更已经在即，否则在限贷令之下，它就是银行眼中的边缘产品。好，讲完了老公寓为什么会跌，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重头戏，那就是在这个房市寒冬当中，有3种房子你千万不能碰。我不是随便说说而已，每一种我都会用数据和逻辑告诉你它为什么危险，它的风险到底有多大。第一种千万别碰的房，高龄无电梯老公寓。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老公寓便宜啊，总价低啊，首购族买得起啊。没错，老公寓确实总价相对低，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便宜？便宜的背后是什么？便宜的背后是一连串你可能没有预料到的隐藏成本和流动性风险。先讲隐藏成本，一栋40年以上的老公寓，你买进去之后，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管线问题，水管锈蚀，电线老化，瓦斯管线可能已经不符合现行法规，光是重新配管，一间30平的公寓至少要花30万到50万。然后是防水问题，老公寓的顶楼10间有9间漏水，外墙也可能有壁癌。再来是结构安全，台湾处于地震带，一栋40-50年的老建筑，当年的建筑法规跟现在完全不同，很多连基本的耐震系数都达不到。2025年几次地震下来，很多老公寓的梁柱出现裂缝，住户人心惶惶。再讲流动性风险，什么是流动性？就是你这间房子想卖的时候能不能卖得掉。在限贷令之下，买方申请房贷被卡住，尤其是高龄老公寓，银行估价非常保守，可能你买1000万的房子，银行只愿意估800万，然后再打个5成6成，你实际能贷到的金额可能只有400多万。买方一算，自备款要准备500-600万，那我为什么不加一点钱去买一间有电梯有管理的大楼？于是老公寓的买方越来越少，成交量越来越低，价格自然也就越跌越深。更可怕的是少子化的冲击，台湾的生育率已经连续好几年在全球垫底，2025年的新生儿人数又创新低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的购屋需求会持续萎缩。当买方越来越少的时候，最先被淘汰的就是条件最差的房子，而老公寓很不幸地就是那个最容易被淘汰的物件。你想想看，一个28岁的年轻人要买人生第一间房，他会选一栋有电梯、有社区管理的新大楼，还是一栋要爬5楼、水管会漏水、隔音又差的老公寓？答案不言自明。所以结论是什么？除非你买的老公寓真的位在精华地段，而且都跟案已经在跑了，建商已经进场整合了，否则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下，高龄无电梯老公寓就是一个流动性极差、贬值风险极高的资产陷阱。你以为你在捡便宜，其实你在接炸弹。第二种千万别碰的房，重划区超涨的预售屋和新成屋。这几年台湾各地冒出了无数个重划区，从桃园的青埔到台中的水湳，从台南的南科周边到高雄的亚洲新湾区，每一个重划区在推案的时候都说得天花乱坠，什么下一个信义区，未来的曼哈顿 AI 科技廊道的核心，建商开价一坪40万50万，投资客抢着买红单，一翻手就赚个几十万上百万。那个时候的市场有多疯狂？疯狂到连一个还在画设计图，连地基都还没挖的预售案都能在1个月内完销。但是现在呢，2025年预售屋市场的交易量直接萎缩了70%以上，那些当初抢着买的投资客现在全部变成了套牢客。为什么？因为央行限贷令一出，投资客的杠杆被砍断了。以前他们可以用很低的自备款去操作预售屋，用时间换空间，等到交屋的时候转手赚一波。但现在银行不给贷款了，交屋的时候要补足大量自备款，很多人根本拿不出来，只好选择解约认赔或者降价求售。数据怎么说？2025年前10个月，三重和板桥地区的待售物件量年增超过 25%， 成交均价开始出现松动。而中南部的状况更惨，台南和高雄部分区域的房价已经跌了 10% 以上，预售屋市场几乎是断崖式下跌。专家预估2026年全年房价还会继续下修，平均大约 10% 左右，而超涨区域的跌幅可能会更深，某些地方甚至会出现超跌现象。什么是超跌？
就是跌的幅度超过市场平均水准。哪些地方最容易超跌？就是那些商圈不成熟、生活机能不完善、供给量又超大的新兴重划区。你想想看，一个重划区里面同时有10几个建案在推，每个案子都有200-300户，加起来就是好几千户的供给量。但是这个区域的实际居住人口可能只有几千人，商店寥寥无几，晚上路灯都没几盏。你要我花一坪40-50万去住那里？在市场好的时候，大家被预期心理冲昏头，觉得未来一定会发展起来。但市场一冷下来，所有人都清醒了，发现这里根本是个空城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手上持有的是重划区超涨的预售屋或新成屋，你要非常非常小心。未来2-3年，这些区域将会迎来大量的新屋完工潮。根据内政部的开工资料换算，2026年到2028年之间，全台将有大约32-36万户新屋完工，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就集中在这些重划区。当供给大量释出，而买气又迟迟无法回温的时候，价格崩跌就是必然的结果。建商为了回收资金，势必要削价求售，到时候你手上那间还没跌完的房子，恐怕还会继续往下掉。专家说得很直白，2026年建商待售余屋预计会累积到8-10万户，这些库存就像埋在地基下面的压力层，短期内不会爆炸，但是每一天都在累积压力，愈沉愈重。一旦某个临界点被触发，不管是经济衰退、国际冲突，还是某家大建商撑不住率先降价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，整个重划区的房价可能会像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下。第三种千万别碰的房，投资客集中的高杠杆区域物件。这种房子的风险跟前面2种不太一样。老公寓的问题是产品本身老化，重划区的问题是供给过剩，而投资客集中区域的问题是人为泡沫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些区域的房价之所以被推高，不是因为真正的居住需求，而是因为大量投资客用高杠杆的方式在里面炒作。过去几年，台湾的房市有多疯狂？新青安贷款一出来，大量的人借着政府的优惠利率冲进市场，其中不乏很多根本不是要自住的投机客，他们用很低的头期款买进预售屋，然后在交屋前转手卖出，轻松赚取价差。这种模式在市场上行的时候，当然赚得盆满钵满，但一旦市场反转，这些高杠杆操作的人就会瞬间变成最脆弱的一环。央行为什么要推出这么严厉的信用管制？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问题，太多的银行信用资源被导向不动产市场，造成系统性风险。当央行出手把杠杆砍断以后，那些原本靠高杠杆在撑的投资客就开始出现资金断裂，他们必须快速脱手来回收资金，于是抛售潮就出现了。三重和板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这2个地区过去几年因为地理位置好，交通便利，加上双北生活圈的效应，吸引了大量投资客进场。尤其是预售市场和新成屋市场，投资客的比例非常高。但是现在这些投资客因为房贷负担增加，限贷措施扩大，资金压力倍增，近期已经出现明显的抛售潮，特别集中在屋龄5年以内的新古屋和投资型套房。这种抛售潮一旦开始，就会形成恶性循环，投资客降价卖出，周边的实价登录价格就会被拉低，然后其他屋主看到价格下跌也开始恐慌，跟着降价求售，于是整个区域的房价就一路往下掉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这些投资客集中的区域，很多物件的持有者都是短线操作，他们对这些房子没有感情，只要价格不对就会果断出场，不会像自住客那样惜售。这意味着一旦跌势确立，下跌的速度会比一般区域快得多。高雄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案例。2026年，高雄市的中古屋溢价空间预估将会扩大到 17%， 是6都之冠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卖方开价1000万的房子，买方可以往下砍170万。这种溢价空间在多头市场是不可能出现的，只有在市场极度低迷，卖方急着脱手的时候才会发生。台南的状况也不容乐观，过去几年因为南科效应，台南的房价被炒得非常高，很多原本一坪10几万的区域，短短2-3年就飙到30万甚至40万。
但是当科技题材的热度退去，投资客退场以后，这些超涨的泡沫就开始破裂。数据显示，从2024年第四季到2025年第三季，台中以南三大都会区的房价已经下跌了 8% 到 9% 左右，而且跌势还在持续。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买房，看到某个区域的物件价格明显低于周边，而且待售量异常地多，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。很可能这个区域就是投资客集中出逃的地方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捡便宜，但实际上你可能是在接最后一棒，因为这些物件的价格还没有跌到底，接下来还有建商余屋的卖压、新屋完工潮的冲击，以及整体市场持续疲弱的大环境。你现在买进去，很可能半年后再看，又跌了 5% 到 10%。 好，讲完了3种不能碰的房子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整体市场的大局势。2026年的台湾房市到底会怎么走？先看供给面。根据永庆房产集团的统计，2023年到2025年，全台新屋开工大约有38万户，以开工后3年完工来估算，2026年到2028年之间将有32到36万户新屋完工。这些新屋会陆续进入市场释出，供给压力将会持续浮现，而且预售市场的去化速度明显放缓，建商手上的待售余屋越来越多，预估未来3年会累积到8到10万户。再看需求面，好消息是台湾的自住刚需还是存在的，特别是首购族群，他们是目前市场上最主要的支撑力量。新青安政策虽然有所调整，但政府已经表示不会让它完全落日。2026年期满后会研拟接续的优待方案，所以低总价的小宅产品在首购族群的推动下还是会有一定的交易量。但坏消息是，整体买气依然非常疲弱。根据永庆房屋的调查，仍有将近40%的消费者看跌未来房价，而高达80%的消费者认为2026年的房价可能持平或小幅下跌。在这种预期心理之下，买方自然不急着进场，他们会继续等待，继续观望，等到房价真的跌到他们心目中的甜蜜点才会出手。专家们的预测大致相同。房仲公会全联会荣誉理事长李同荣认为，2026年全年房价会持续下修，上半年是主跌段，下半年跌幅收敛，全年平均大约跌 10% 左右。台北市因为有基本面支撑，跌幅不会超过 5% 到 6%， 但台南和高雄部分区域可能会出现 10% 以上的跌幅。他预测2027年进入盘整期后才有机会止跌回温。戴德良行董事总经理严炳立则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形容2026年的房市。他说就是一个等字，等政策松绑，等资金回流，等买方进场。在这些条件都还没有到位之前，房市只能继续冰封。他用碎心链3个字来形容2026年的房市，对市场税，对房价税，但也有相对乐观的声音。2026年3月，央行在理监事会议上做出了一个微调，把自然人第2户的购屋贷款成数从5成调升到6成。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，这只是微调，不是大幅放宽，但对市场而言，至少是一个正面讯号。这表示央行已经看到信用管制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，开始愿意松一点点绳子了。另外，辉达宣布进驻北士科，带动了北投和士林区的房价逆势上涨。这个辉达宅效应多少也给了市场一些信心。再加上2026年是选举年，政府通常不太愿意让房市在选前崩盘，所以政策面上可能会有一些微幅的松绑和利多释放。但是不要因为这些利多就太过乐观，因为整体大环境还是非常严峻。国际方面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，油价波动剧烈，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。台湾方面，两岸关系依然敏感，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冲击市场信心。而且别忘了，2026年还有碳费上路的新压力，营建成本可能会进一步攀升，建商的资金压力也会更大。特别要提醒的是，小型建商的生存问题，大型建商就像航空母舰，就算遇到风浪也能撑过去，但小型建商就像小船，一个浪打过来就可能翻覆。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下，有些小型建商已经开始出现资金断裂的危险信号。如果你买的是小建商的预售屋，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风险，
因为一旦建商撑不住倒闭，你的预售屋就可能变成烂尾楼。最后，让我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来做个总结。台湾的房市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变，过去那个随便买随便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从2024年第3季开始，台湾房市正式进入修正期，而这个修正期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。根据多位专家的分析，这一轮的跌势至少要持续到2026年底，甚至2027年才有可能止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市场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分化现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好地段、好产品、好管理的房子，价格会相对坚挺，甚至有可能逆势上涨；而差地段、差产品、差管理的房子，价格会加速下跌，成为市场上最不受欢迎的滞销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点出那3种不能碰的房子，因为它们就是在这场分化当中最容易被市场抛弃的物件。如果你是正在观望的买方，我的建议是不要急。2026年的房市虽然不会崩盘，但价格修正的趋势是确定的。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功课，研究你想买的区域，比较不同物件的优缺点，了解银行的贷款条件。等到房价真的修正到合理水位，而且你的财务条件允许的时候，再果断进场。记住，房子是拿来住的，不是拿来炒的。选择一个你真正喜欢的地段，一间真正适合你生活需求的房子，比追逐任何都更梦或投资收益都来得重要。如果你是手上持有物件的卖方，我的建议是务实评估。如果你手上的房子属于我今天提到的那3种类型，而且你没有长期持有的打算，那你可能要认真考虑趁早出场。因为市场的共识是2026年上半年是主跌段，下半年跌幅才会收敛。如果你现在不出场，半年后的价格可能会更低。当然，如果你是自住，而且没有资金压力，那就不需要恐慌，好好住着就好。房市有周期，跌了终究会涨回来的。整个台湾房市从激情回到了理性，从炒作回到了称斤论两的时代。下一轮行情不再是比谁喊得高，而是比谁撑得住，比谁愿意先让步。这是一场耐心与价格的拉锯战，而在这场战争中，最重要的不是你买了什么房子，而是你避开了什么陷阱。台北市不动产仲介公会理事长苏金城曾经坦言，2025年台北市的房市表现不脱，价盘量缩的急动格局，整年度的房屋交易量以前11个月的数据推估，大约只有 2.2 万多栋，急动之下衰退幅度达到 24.2%， 写下了近9年来的新低纪录，已经很接近2016年的惨况了。但即便在这么惨的市场里，北投区和士林区因为辉达效应异军突起，价格显得格外坚挺。这再次证明了一件事，在空头市场中，选对地段和选对产品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老公寓暴跌 27%， 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吓人，但它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整个台湾房市正在经历的一场深层洗牌。在这场洗牌当中，有些人会因为做出错误的决策而损失惨重，但也有些人会因为看清了局势，避开了陷阱。而在未来的市场复苏中，抓住难得的机会，记住这3种房千万别碰。第一，高龄无电梯老公寓；第二，重划区超涨的预售屋和新成屋；第三，投资客集中的高杠杆区域物件。避开这3个坑，你就已经赢过市场上 80% 的人了。最后，我想说一句，房地产市场永远都有机会，但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不要听信任何人告诉你现在是最好的买点，或者房价马上就要崩盘了。这种极端的说法，用数据说话，用逻辑思考，用耐心等待，这才是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里保护你自己和你家人的最好方式。